像你们来这边会有因为来了，然后特别想念谁吗？想念女儿。当然不，想念老婆。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特别企划。这一集呢，我们特别拉到巴厘岛来拍摄。之所以想要有这一集的发想，主要也是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跟2个朋友完全没有一起出过国，然后呢，就突然决定要来巴厘岛做创作之旅，而过程其实也有一些挑战。那等等，我们想要分享一下我们来这一趟创作之旅呢，是总共经历过哪些心路历程，包含我们也都没有带家人来，这也是我们结婚10几年来第一次的，好开心哦！这个不可以被嫂子看到。好 ，OK， 那先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嗨，大家好，我是玉生。好，那玉生呢，他现在也是一个自媒体的创作者，对，算创作者。然后主要是在 IG 上面呢，教大家怎么样把自媒体经营好，然后透过它来帮你实现你的个人品牌的变现，这样。然后像这次来巴厘岛，我们发的 Reels 还有影片，其实取景啊，甚至是剪辑，都是玉生，然后跟我右边的韩哥，然后一起协力创作的。大家好，我是阿涵。那我也是在经营自媒体。那在自媒体的领域上呢，我是专门做拍摄、剪辑跟灯光这个部分。报告完毕。所以阿涵之后也要开课吗？会，我一直都有持续在开课。你一直都有在开课？那你开的课是哪一种？实体就是我刚刚讲的没在听，就是实体还是线上？观众不知道。我是开实体课。你不要一直以为我都没在听。实体课，目前实体课对。好 ，OK， 所以我之后也会把阿涵跟玉生的联络资讯呢放在我们的文案底下。如果有想要学习更多自媒体的课程呢，欢迎找他们哦。其实啊，我以前都会一直觉得，好像我们结了婚有了家庭之后，就一定要什么时间都是以着家庭为主，就是除了工作以外，然后就是可能回家陪老婆，或者是像你们的话，就陪老婆跟陪小孩，对不对？那在这一次要安排这样，只有我们几个出国，他们没有跟上。你们在安排这件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我没有，你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哇！我是有一天打电话跟我太太说：“你可以帮我拍一下我护照吗？我看一下过期了没。”她说：“你拍护照干嘛？”我说：“我要去巴厘岛，我没跟你讲吗？”她说：“没有。”那玉生呢？我应该也算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啦，因为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子，除了工作以外，跟我太太在一起之后，算是第一次没有跟她一起出国。哇，对。那你这次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要说很开心吗？就藏不住的笑意。之前我就跟他讨论说，我有没有机会我自己一个人去独旅？我是一直很想做这件事情，因为过去带他们去日本玩啊，去哪里，因为还有小孩啊，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行程或者是住宿都是我处理嘛。那等于是你去这个趟旅程，基本上你也没有放松到。对，你要顾前顾後啊，各方面，然后联络司机啊，什么有的没的。那我一直跟他说，我一直很想要自己一个人去独旅，因为我喜欢拍东西，那你带着老婆跟小孩，然后你在那边拍东西，然后他们在那边等你，你的压力很大，那压力很大，对，然后小孩又走太多路又会不耐烦，然后我就算了啦，这就我自己去独旅的时候我再做这样，所以我就非常期待这一次可以来。所以你跟他协调的时候，他有没有不爽？不会啊，他知道我一直很想做这件事情，他也支持我。补充一下资讯给大家，其实我跟阿涵反而还是来这边才第一次碰到面，然后跟玉生就是认识比较久，然后这样相处起来，刚好我们的类型就是玉生是相对是我们里面最温暖的，就是比较不会过度强势的。真的吗？对，然后我算是中度强势。所以以台风的等级，大概就是中度，没错。我就是高度哦。我说这样就是这样，我们的座位才是这样排过来的。原来是这样，因为其实我那时候要跟我老婆讲巴厘岛这件事，其实我心里是会犹豫的，很像小时候考不好要跟妈妈讲的时候，有这种感觉，要签名，对，有这种感觉。但是因为我跟我老婆结婚以来，一直
都是黏在一起。你看之前几乎出国，然后那时候去美国那么多趟，然后后来去哪里，他其实的说法都是，你如果有去，那我就要去，对。所以这一次突然聊到说，哇，可是我们因为5月才刚去日本，如果6月再一起来这边，真的开销会有点太硬，而且因为这次来我们全部都是要工作，对，完全没有要排出去玩，所以我就跟他讲，那还好他也很开明，他就说好，这次就让我来这样。哇，你这个说法很不错。所以其实我来这边的时候，真的有一部分是有愧疚感，一点点，对，可能过去太习惯了。哦，对，那像你这样10几年的时间，都是这样跟着家人一起，这次突然来这边是比较异常，非我们的日常了。有因为这样发现了什么？只有爽，一个字爽。我这个要帮你放片头，帮我剪掉。而且我上片的时候，我会特别把连结传给嫂子。配个他，没有，其实我们在爽之余的还是有想到他。对，就只有爽，大概10秒爽1秒，9秒都是思念。像你们如果来这边，会有反而因为来了，然后特别想念谁吗？想念女儿，当然不，想念老婆。顺序要讲对，顺序要讲对。因为如果说是以着来这边，第一个我觉得可以发现的不同是，换一个地方工作，可以让自己突然隔开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里面呢，可以短暂几天不会有人打扰，在这样的情况，就算很忙，都会有一种充电的感觉。对，对不对？而且我觉得环境变换对于我们这种自媒体人做创作来说很加分的。因为你换了环境，你就会有更多的灵感。创作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嘛，你要去看看一些你原本没看过的东西，你拓展你的那个视野跟认知的范围，你就会更多灵感碰撞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有讲中我前阵子的生活的一个障碍。因为我前阵子就几乎每天工作就是2点1线嘛，就是家里跟公司。然后原则上我的那个工作室就几乎很像是白色巨塔，就是我只要早上进去，我出来就晚上可能10点、11、12点这样。然后因为少了很多生活体验，所以你说真的还要再创作口播的东西，我觉得难度有点高。对，真的很重要。然后反而这次来这边，其实看到很多事情，就像那个第一天的司机，飙车王。我跟你说，我们一下机场看到他，我就知道来者不善。狼尾头啊，对，狼尾头，很像那个以前那种港片里面的古惑仔的造型。然后开车非常猛。我觉得如果这一车不是因为有你刚好露出你的内衣，他有可能在开车超车的那个油门会踩得更狠。因为我们这次在地司机的体验上，刚好遇到很极端的2个司机。第一天呢，是从机场接送我们到饭店的这个司机，他是沿路会一直想要推销我们，然后一直希望我们可以再购买他的服务行程啊等等的。那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来工作嘛，所以我们就跟他说我们要工作，所以不行这样。当他试了好几次我们都没有答应的时候，哇，他接下来开车就变得很狠，而且超车的路径就变得很可怕。那因为你也知道巴厘岛的那个路又超小条，对，路小条，然后机车跟汽车都是争道这样，所以其实来的路上我们是很不舒服的，很可怕。对，但是后来我们找了另外一个司机，后来我们再找了这个司机，人就nice到不行，然后他人好到我们直接当天就决定说，请他隔天再来载我们，然后很温和，很温，很 peace， 跟羊奶一样。对，不是跟羊一样，不是羊奶。然后他就很温啊，然后讲话也都慢慢的，开车很稳，乘坐的舒适感真的是技术很好。在这种这么烂的路况，然后这么拥挤的，就是交通状况其实蛮塞车的。我觉得会特别想要提到这个司机，也是因为我们这2天跟他的相处，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细心啊。比方说我们昨天最后一个行程要走，他接到我们的时候，车上他就突然问说，你不是带2个包包来，另外一个包包东西都有拿吗？因为你大一小。对，那因为我回程我是把小的放进大的里面，然后我发现他竟然有注意到这件事，很贴心。对啊，很贴心啊。而且他来接我们没有一次是迟到的，都是提早到。他都提早到嘛。他提早到，然后就赖我说我已经在这边，你等一下到门口跟我说，因为门口不能停车。因为他在路上都会跟我聊，还有哪个点不错。然后那时候我单纯就觉得说，不然问他看看他自己当地人在休息的时候喜欢带小孩子去哪里，因为他说他有小孩。那时候他才说他一个人要养5个人。
就是养他爸妈，然后养他老婆，跟养他2个小孩，一个小孩甚至才刚出生2个月，所以他说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这样。我是觉得突然听到那一刻的时候，会觉得哇，好像其实以前在台湾的那种累，好像也还好。对，对，觉得比我们辛苦的人还很多。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人都还是努力活着。对啊，对，而且他是在即便有这样的经济压力之下，他在对待我们的时候都不会有那种压迫感，不会有想要强力推销或干嘛的。所以如果你们有想要找巴厘岛的司机是很信得过，可以让你很安心的这一个资讯，你可以到 Light 或者到我们各自的账号去询问就会有了啊。接下来我想聊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在台湾已经是几乎每天生活都很忙碌，你们在这里有没有哪一刻突然有一种哇，这一刻有一种很清楚的感觉到这个就是活着的感觉？第一天到饭店的时候，就这个 villa 的时候，我们一进来到看到这个环，都是旁边都是田，很特别，因为它这个地方是算是已经原始到车子开不进来，所以我们是坐高尔夫球车载进来的。然后进来之后，你就看到那个拉比旁边的全部都是田，然后还有农夫在那边翻土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好舒服的感觉，就是你很难在台湾再找到这样的地方哦。然后你到这边就觉得，哇，一切都回归到最原始的状况。然后进到 villa 里面，看到整个风格啊、装潢，然后前面一个泳池，然后全部都是热带的植物，就觉得超赞。因为那天有聊到说关于梦想这件事情，对不对？中年人还有什么梦想这样？但我觉得其实到中年，你的梦想会变得更实际一点，就并不是说我要买一个什么某个物质的东西，车子、表还是什么游艇什么，那种都对我们来说其实已经是也买不起啦。但其实你也不会想要那样的东西，就觉得那个东西有很好，但它不会是你的必要，不会是一个我们想要花剩余力去追求的事情。对，我觉得反而现在的梦想是一种生活的形态。就我们会想要追求的是，撇除掉我原本的工作以外，我想要跟着家人过什么样形态的生活。哦。然后那时候我在这边我踏进来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我的梦想。所以我完成你的梦想之一了。真的原来我在你的梦想里面。真的那阿涵呢？可是你来这边应该没什么感觉。对啊，第四次了，我不会有你们这么强烈的感觉。但是我会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是。我们到了哪里，我会告诉你们这边是什么地方，然后他们有什么故事。对，那比如像我们到了乌布，我告诉你们乌布它属于这边的山区，然后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这边的人怎么样。我觉得导游魂。对，我觉得做这件事，我觉得你的梦想就是当一个罩得住的人。对。当你的梦想就是当一个游览车的导游，导游拿麦克风那个，不是啊。然后忽然开始卖人参呢，什么蛇药啊。因为我自己来这边比较有那个活着的感觉，好像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是去那个度假村的那个海边。对，之所以那一刻会有活着的感觉，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一刻我的大脑里面完全净空，单纯就是只是看着眼前的景。享受我现在泡在这个地方的当下。我现在站在这里，对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感觉很好，因为现在每一天要处理的事情上面有太多都是那种我们得持续去找出更好的方法，或者持续产出更好的作品，所以大脑无法停止的情况下，我们很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对不对？所以我是很感谢玉生一时兴起约我们来这里，因为也是在这里，我今年才有过第一次这样。真的有大脑关机然后重开的那种高速运转是完全不累的，所以推荐大家呢，如果你现在也真的因为工作已经累到心力憔悴了，刻意让自己安排个1天也好，甚至是2天，可以去到一个让你大脑关机的环境，相信我，你在这之后你的效能会高很多。这次的旅行呢，有什么让你重新定义的对于休息这件事？休息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就我什么都不做，躺在那边当一坨烂肉这样，反而是你在一个舒适的状态下做你本来该做的事。这对我而言就有休息到，是因为像我们这几天的行程也有到外面跑一些景点，然后但是同时我们在做我们原本预计好安排要做的工作，但是这过程你就不太像工作，可是你还是持续有产出。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一个平衡。我觉得光是环境的改变跟心态的改变，就让我晚上睡得很沉。那我们回台湾之后要不要去澄清湖创作？靠
明天就要回台湾了，心情如何？心情如果以着扫视不会看到影片的这一个视角，你会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机会的结束，是下一个机会的开始。是因为我们这次来这边，你是不是刚刚有用 GPT 查金句？金句对，我叫他给我30个，然后选一个给。我们这次在巴厘岛啊，去到好几个景，现场很适合拍摄，不管你是要拍 Reels 还是要拍长影片。那未来玉生跟那个阿涵他们也会办一个类似这样创作者的这种集训营吗？自媒体拍摄创作营。好 ，OK， 自媒体拍摄创作营 ，Google 查的。对，所以如果你们是有想要体会到那种放松，在这样最好的灵感激发的状态呢，学习创作，与其上很多线上课，然后自己还要去试说这个脚架怎么架，这个景到底架哪边才是最好的，倒不如有人带着你一起做一遍这样。那这次就聊到这边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